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家里没有烤箱，没有打蛋器，没有厨房秤，也可以做蛋糕哦。做法非常简单，而且零失败。今天孩子说想吃蛋糕了，现在疫情严重，又不能出去买，我就亲自给孩子做一个蛋糕。一起来看看没有打蛋器，没有烤箱，我们是怎么做简单美味的蛋糕吧。首先准备5个洗净后的鸡蛋，把鸡蛋打入碗中，这里记得分离蛋清蛋黄，用什么方法分离都可以，前提是蛋黄必须分离干净，保证蛋清中没有一丝丝的蛋黄哦，而且要保证2个碗里边都要无水无油，不然会影响打发的。蛋黄尽量挑选新鲜一些的，这样鸡蛋黄不容易打散。蛋清我们先放一旁备用，也可以放冰箱冷藏着备用，等一下更容易打发哦。现在我们来把蛋黄打散开，搅散后再往里边加入80克纯牛奶，继续搅拌均匀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细一点的筛网，往里边倒入80克普通面粉，加20克玉米淀粉。因为家里没有低筋面粉，就用普通面粉和玉米淀粉搭配一下就可以。筛入鸡蛋黄的碗中，面粉这样过筛一下会更加的细腻。筛好以后，再用蛋抽搅拌均匀，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。如果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面糊容易起筋，这样做出来的蛋糕就不松软了。像我这样画rZ字形搅拌，搅拌至这样细腻顺滑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提起蛋抽，能滴成一条线就可以了。接着往里边加入20克玉米油，如果没有玉米油，可以用大豆油，千万不要用菜籽油或者是花生油，这2种油的味道都太重了，做出来的蛋糕就不好吃了。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玉米油和面糊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搅拌至这样的粘稠状就可以。面糊不要搅拌得太稀了，这样做出来的蛋糕才不会发黏。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来打发蛋清，将蛋清倒入绞肉机里边，往里边加入几滴白醋去腥，加入20克白糖。打发蛋清的时候，糖要分3次加入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按着搅拌键不要停，先给它搅打1分钟。1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，打到出现细小的泡泡时，现在第2次加入20克白糖，再盖上盖子，按搅拌键不要停，继续搅拌5分钟左右。5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，像这样蛋清出现肉眼可见的纹路时，再加入20克白糖，最后再盖上盖子，按搅拌键搅打5分钟，再搅拌到硬性发泡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提起绞肉机刀，蛋霜不会流动的状态，说明就可以了。或者插一根筷子下去，筷子能像这样直立不倒，就说明蛋白霜已经打好了。这里蛋清一定要打发好，不然做出来的蛋糕就发不起来。现在把蛋白霜1/3倒入蛋黄糊中，用刮刀上下翻拌的手法去拌面糊，不要转着圈的搅拌，这样容易起筋消泡。消泡了的蛋糕就不蓬松，而且会塌陷了。搅拌至细腻粘稠状后，再把拌匀的蛋黄糊倒入蛋白霜的碗中，继续用同样的方法搅拌均匀。搅拌成这样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
现在准备一个电饭锅内胆，往里边倒入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电饭锅的每个边边角角都要刷到食用油。再把拌匀的面糊倒进去，全部倒好后，再震动几下，震出里面的气泡，这样做出来的蛋糕内部就不会有很多的大气泡了。再放入电饭锅中，盖上盖子。电饭煲选择的是蛋糕键，没有这个键的就直接按煮饭功能。时间大约在50分钟左右，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现在我们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时间到也不要打开盖子，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，这样可以防止塌陷哦。现在就可以了。哇，好香啊！去蛋糕店都闻不到这种新鲜的香甜味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放凉一些，再倒扣到面板上，再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切开就可以了。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注意烤蛋糕的油，最好选择食用油没有味道的，比如玉米油和大豆油。用花生油和菜籽油的话味道会很重，不介意的话就没事。还有面粉，最好用低筋面粉，这样做出来口感更酥松，扎实感小一点。电饭锅做出来也是特别的蓬松吧，没有打蛋器做出来的蛋糕也是一样的香甜，味道很好，甜度刚好。喜欢更甜的可以多加一点白糖。自己做的蛋糕有一个特点，蛋糕香味特别浓郁，这是外面卖的蛋糕所没有的。吃的时候感觉这才是真蛋糕，外面的蛋糕很蓬松很松软，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加了些什么，但香味一点都没有，吃到嘴里都是香精草的味道。自己做的蛋糕也松软，但吃起来更扎实更香。学会了这个家庭版蛋糕的做法后，就再也不用去蛋糕店了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试哦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。我是美厨娘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